江宁县那场官司，我杨旭赢得理所应当。那之后一直在家收拾残局，这一点，我的3个好朋友，还有仆从皆可以证明。亦有偶尔出入，也有人可以证明。对了，就连杨沈氏也可以为我作证。怎么可能？杨文武病我家中，杨沈氏寸步不离，陪伴他的左右。他在病中见过什么人，他一清二楚。大人大可传唤他，与杨旭当堂对质。传杨沈氏上前问话。民妇杨沈氏见过徐大都督，见过主审大人。杨沈氏，本官问你，在你夫婿卧床期间，可曾见过杨旭？回大人，不曾。哦，那如此说来，杀害你夫君的真凶便不是杨旭。大人，分明是杨旭打伤我夫君在前。若不是他，我夫君怎会心脉受损，又何至于暴毙身亡？沈娘莫急，我这第3遍是要找出杨文武的真正死因，还死者一个清白，也还我自己一个清白。大人，杨旭恳请当堂验尸。传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杨旭他要当场验尸啊！哎呦，胆子这么大呀！真的？还是去看看吧。看好了，禀告大都督，主审大人，尸体已勘验完毕。什么结果？回大都督的话，死者确实是猝死无疑。据《洗冤集录》所记，死者眼开而惊突，口鼻内皆有清血水痕迹，满面血印而赤黑，估计死者生前有被外物压塞口鼻。还有被植在死者的鼻腔之内，发现了些许颗粒，初步判断是夹竹桃的花粉，此花粉性毒，易使心脉受损之人得心悸猝死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。是，大人。到底是谁害死了你？你说话呀！应天府的人何在？参见都督大人。你们应天府是怎么办事的？验尸这么大的事都能出了纰漏。若是我向圣上参你们应天府一本，我想这个后果，你们比谁都清楚。都督大人饶命！都督大人饶命啊！我不杀。标下在。本案既已昭雪，就不该归咱们管了。你把案卷整理一下，退回应天府，告诉他们，若再出问题，这个乌纱帽就不用戴了。是。杨旭。是。现真相大白，杨旭无罪释放，着人赴青州，追回削其学籍功名的文书，其家产原数奉还。若有异议的，先自己领30军棍，再来上告。多谢大都督。大都督请留步。杨旭还有一事，想请大都督为我作证。说。我本无意与家族邻里作对，只是他们咄咄相逼，千方百计想要置我于死地。今日不是你杨家除我杨旭之名，而是我杨旭脱离莫离杨家。从今以后，我杨旭遵循母系下士，单自一个寻，寻者
海泽也，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之前发生过所有的事情一笔勾销。从今以后，再如此，我夏雪必定加倍奉还。我杨家也不需要你这无地子孙。恭送大都督。哎，杨旭这命啊，可真大呀！就是啊，他还敢当场验尸呢。对呀。两位大哥，小女子冒昧问一句，这案子结果到底怎么样了？放人了呀！那杨旭自请验尸以证清白，徐大都督处事公断，当场就把他判无罪释放了。那个杨旭长什么样子啊？你们见着他了吗？那离得老远，哪看得清啊？姑娘要是早点来，或许还能亲眼看到。现在人家早就走了。啊，谢谢。走吧。大人，那个小子疯够了，他已经回去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大人，虽然那个夏寻已经脱离了杨家，可是他还是没有把杨宇供出来。优柔寡断、恻隐之心，我锦衣卫由来就不需要。乖儿子呀，越来越乖了，越长越高了，是不是？开心吗？我爹爹了。今天晚上去舅舅家啊。好了，宝贝儿，好姑娘，一会儿一定要听话啊。上车吧，驾车注意点啊。当年要不是你把我们赶出家门，我爹就不会死了。药我买回来了，谢谢回来了。哎，这些天真是太麻烦你了。麻烦什么呀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叔叔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哦，对了，谢谢你上次帮我们卖的那个瓶子，卖多了，那瓶子值不了几个钱，咱不能多拿人家钱，不是？哎呀，婶婶，你就拿着吧。当初我和我爹落难，只有您肯帮助我们两个。太太们，求求你了，太太们，太太们，求求我爹吧！婶婶，求求我爹吧，求求我爹吧，我爹生病了，婶婶。来，慢点啊，慢点。来，快把药给你爹拿去吧啊！谢谢婶婶，谢谢婶婶。快去吧，快去吧啊！虽然说那碗药我爹没有来得及喝，但是您的救命之恩，我永远不会忘记的。那我就先走了。爹爹，要是您还活着，那该多好啊！还有呢，你们听说没有？客官请。那个谢世豪谢员外的生源呀，也是花钱买来的。真的？你想啊，生源不用交赋税啊，这谢员外家也不交赋税，这岂不是只进不出？这谢员外就跟那貔貅一样，只吃不拉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是不是胡说八道？公堂上走一遭便知。你是谁啊？叔父，我是谢谢啊。当年你冤枉我偷了你的珠宝，把我和我病重的老父亲赶了出去，你不会不记得了吧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衙门的人应该很快就要到了，你最好回家等着。你什么意思？
我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我也不妨告诉你。叔父，你买卖功名的状子，是我亲自递上去的。老爷息怒啊！县员外，我们几个恭候你多时了。什么事情，这么兴师动众的？师父，我还以为要一炷香的时间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。你说这叫不叫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呢？那些当年的事情，你怪也怪不到我头上。要怪，就怪你的好姐妹苏颖吧，是她把你们害得这么惨，让我把你们赶出了这个家门。你说什么？想当年，你的好姐妹为了和她那相好的私奔，偷了我家的东西，反而陷害了你们。就算如此吧，其实你早就想赶我们出去了，有没有苏颖其实都一样。不过呢，看到叔父今天这个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特别的解气。别说那么多了，带走。走，走。爹，我终于让那个谢世豪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可是你却看不到这一刻。爹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好想你啊，爹。谢姑娘，这么巧啊？是你？是啊。姑娘好记性啊！客官，您要喝点什么？我就和这位姑娘喝一样的。好嘞。啊，居然喝一样的，那添个杯子就行了。客官，您慢走。啊，谢谢。好嘞，来啦！哎，对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。既然现在走到这儿了，便停在这儿了。哦，那你在这里待多久啊？或许今天，或许明天，我也不知道。哦。谢姑娘，季某有件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跟我讲吗？说吧。其实，在北平第一次见到谢姑娘，季某就觉得谢姑娘美若天仙。季某对谢姑娘一见倾心。而后，因燕王府之事，季某有幸和谢姑娘共进出。季某发现，谢姑娘虽然，言语犀利，但却是一个热心肠之人。季某对谢姑娘更加倾心。如果有幸可以和谢姑娘共结连理，那季某……等一下。怎么了？实在是抱歉啊。我知道季大哥是好人，可是我还在母亲腹中的时候就已经被许了人家了，所以季大哥你一表人才，一定能够找到更好的。我还有些其他的事情没有处理完，我得先走了。不如今天喝茶就算我请吧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，季大哥。小二，这里结账。好嘞。哟，我说季老弟为何不愿意与我们在一起了？原来是在这里一个人独享佳酿啊！唉，怎么了，季老弟？为什么事情烦恼啊？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
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看不出来啊，季老弟，你平时一本正经的，原来和我一样啊！呀，不知道是哪家的千金如此有幸，能成为季老弟口中的佳人呢？我今天见到他了，我也跟他表明了心迹，可没想到，人家有婚约在身。有了婚约又如何？不是还有解除婚约的吗？哎呀，高门大户就有些麻烦，但如果只是小门小户，那就简单多了。你既有功名在身，再谋个官职，小门小户恐惹官非，还不乖乖把婚书双手奉上？到时候你就和那佳人比翼双飞吧。哎，可是现在补缺从事，这得等到何年何月？哎呦，在这里当然排不到了，要排得去北平。再说北平有燕王在，都有个照应啊。西门兄妙计呀！我明日一早就启程。我说夏老弟啊，你看咱们在这房舍里也太无聊了，不如出去转转吧。也罢，这整日待着，人都倦怠了，转转也好。哎呀，我看你是没工夫闲着了，你身上还有大事要办。什么大事啊？娶亲啊！那是杨旭的事，又不是我的事。个中曲折你也说不清楚，人家可是认定了是你。我倒也听杨家管事提起过，说这个杨旭定了娃娃亲的姑娘，叫那个谢露缇，年方20，正是娇艳欲滴的好时候啊。嗯，你怎么对此事如此的上心啊？我倒也不是上心啦，只是前些日子一直在杨府待着，闲着无事闷得慌，便和你们府上管事的下人们聊了聊。不过这个事情它确实是个事啊。你说我如今把杨旭的身份和地位都给霸占了，总不能娘子也仅现成的吧？怎么不能啊，我的夏老弟！天下有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事情都让你给赶上了，天上白白掉下个娘子，还是名门之后，你怎么还不领老天爷的情啊？照我说，你就应该马上上门提亲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就去谢家走一趟。嘿，你终于开窍了。找个理由，把这门婚事给解了啊！解了？哎，我说夏老弟，夏老弟你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听周边的人说，谢家10几年前就卖了宅子，搬走了。搬走了？是啊，这聚宝门附近是繁华之地。听那老者说，谢家当时家里比较拮据，便出售了这里的房产，搬到地价比较便宜的城边去了。因为出售祖产总是件丢人的事嘛，所以搬去的具体地方，原来的老邻居也不太好打听。这些年来也没有来往，所以就更不知道了。虽然说搬走了，但是还在城中。我们再找找看。走，好。来了。如何呀？这谢家也真是够惨的。家道中落之后，谢家老爷夫人双双去世，就留下那个独女谢露缇。这个谢家大小姐，想必也是从小养尊处优长大的，经历了这么大的变故，独自一人流离失所，也不知道她如今是否平安。我说夏老弟，你不是说无意迎娶，取消婚约吗？可我怎么看来，你这倒是满心惦念着那个谢露缇谢小姐呀。我这个不叫满心惦念，这叫怜香惜玉，好吗？我夏某从小也是在街巷中长大的，深知世事的险恶。想他一介名门出身啊，遭遇如此的变故，难免会令人唏嘘。哎呀，做人要厚道啊！哎，你看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去你那准岳父的坟头上炷香拜一拜，也算是对谢府有个交代了。
走，丁家。怎么了？这怎么有个姑娘？过去看看。哦，谢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啊？那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冒昧的问一句，谢姑娘和这一位是什么关系啊？夏老弟，莫非那个谢露缇姑娘？你当真是谢府千金谢露缇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本名啊？可是那雨飞二字，那是我为自己取的小字。谢姑娘在儿时的时候，是不是父辈曾经为你许下过一门亲事，是一门娃娃亲，对方叫杨旭，是这样吧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就是杨旭。你不是夏寻吗？因为我和家里边闹翻了，所以我现在改名叫夏寻，从此以后彻底脱离杨家。哎呀，你们俩竟是打小定下了一对娃娃亲，到头来你小子这取消的婚约还作不作数了？啊？取消婚约？那都是父辈们的戏言。啊！再说我现在不是已经彻底的脱离杨家了吗？哼！你个杨旭啊，一朝得势便看不上我这样的小门小户了是吗？真是个势利小人！若我未曾谋面的夫婿果真是你，我不嫁也罢。不是谢姑娘，你不要误会，你先听我解释一下好吗？还需要解释什么呀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如今我们谢府家道中落，你也不是杨府子弟，那便没有了交情。我和你，谢姑娘，在下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我认为感情的事情是靠两情相悦，什么出身阔绰和贫寒，有什么所谓呢？有什么所谓？如果你的家人得知我过去的经历，他们会怎么想？难道他们还会接受我吗？夏老弟，出言要谨慎啊！你现在不是你自己，你可是那个青州的生源，杨府的公子，记住了，杨府的公子啊！悔婚费？什么？悔婚费？你这唱的哪一出啊？你说什么？谢谢？我的乳名也是你能叫的吗？夏寻，你给我听着啊！虽然是我决定不要你的，但不是我悔的婚。来到我父亲墓前打算找我解除婚约的是你们。给钱吗？钱呢？没钱。别想着可以赖账，我不会就此罢休的。嘿，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！这样也好，谢府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她一个弱女子，你让她去哪？刚好就让她在这夏府好好待上几日吧。这么说，你这是怜香惜玉了？我这回确实有些心疼了。家破人亡，四处漂泊，他曾经所经历的，正是我现在所经历的。
我怎么会不懂呢？如此说来，季老弟曾经当过燕王的座上宾了。在下确实与燕王府有一段渊源。失敬，失敬。在下初来此地，人生地不熟，还请大人多多关照。好说，好说。过几日府上宴请好友，季老弟也赏官过来坐一坐吧，老夫也好将你引荐给诸位同僚们。季某谢过大人。季刚先谢过大人扶住了。哎，哪里哪里，老哥敢断言，今后你的仕途之路定当一帆风顺，这忙我是帮定了。谢过大人。不过兄弟以后混出息了，可别忘了我这个老哥，啊？有朝一日，我季刚出人头地，谢雨菲一定会成为我的娘子。季公子，季公子，老爷这小子闹了半天，挖空心思想往上钻，到头来都只是为了一个女人。老爷，您还真打算帮他入仕啊？帮他？有这功夫，我自己就往上钻了，还顾得上别人？这小子年轻，不懂官场险恶，还以为兄弟义气在什么地方都吃得开呢。行了，就把他扔在这里，谁让他喝得烂醉如泥呢？谢姑娘，等我一定会去找你。关于谢姑娘，你打探的如何了？这谢府啊，潦倒多年了，远亲近邻早已四散到各处，这10几年的亲事，实在很难打听到什么。啊，你也不必太过失望，这娃娃亲呀，长久得很。如今时过境迁，说不定这谢姑娘的未婚夫早就忘了这门亲事了。不过，你对这谢姑娘倒是也有心了，想必她呀，一定会被你的真心所打动的。来，见你吉言，你这一路四处打听，也是辛苦了。大家同窗一场，帮你还不是应该的吗？不过一路上也没受什么苦，就是回来的时候碰上凌霄帮闹事，耽搁了好些功夫呢。凌霄帮？是啊，这帮人现在是越来越猖獗了，恐怕过不了多久就要惊动应天府，惊动圣上了。再高一点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左边，左边。圣旨到！你扶稳点儿。哇，御前侍卫！嗨，哇什么哇？是御前3等带刀侍卫啊！御前3等带刀侍卫，啊，这夏老弟不是一飞冲天了？这3等带刀侍卫是多大的官衔呢？这个多大？啊，谢谢。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啊，你手里拿着这么一大叠宝钞做什么？数钱呢，这是我的悔婚费。啊，这么多？这位是……哦，你还不认识？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谢雨菲姑娘，是夏巡未过门的娘子啊，不过已经解除婚约了。哦，对了，是谢谢抛弃夏巡的，这个一定要强调。谢姑娘，
我叫彭子琪。哦，彭姑娘，你是练武之人吧？啊，对，正是。叫我谢谢就行了。啊，哎，谢谢。你跟那个夏大哥的婚约是怎么回事啊？关于这个，那就说来话长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呢，这件事情啊，根本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哎呦，这女孩子家交朋友还真快。此番风波确实闹得很大，可这毕竟只是一个由牲口同人而引起的案件，应当不至于这么快就传到宫里去吧？这御前侍卫的任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也罢，此次来到墨林的目的就是自立门户，借此寻求机会引起朝中的注意。情势如此发展，也算是顺利吧。爹，孩儿一定会搬到白衣下，为您报仇。夏大哥，夏大哥，你说谢谢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出发啊？谢姑娘跟我们一起。你别问没用的，就一句话，带不带上她？要是谢姑娘想的话，跟着我们一起自然无妨。你看，我就说夏大哥一定会带上你吧。谢谢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孤苦伶仃的，你就跟我们一块儿回金陵夏府吧，我们也互相有个照应。哦，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。那当然了，谢姑娘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叱咤一方，这一点夏某知道。只不过这次我夏府这个地方倒是有所不同。有什么不同啊？因为我已经在附近考察过一番，我们夏府这个地理位置啊，可以说得上是得天独厚，一左一右，一边是花鸟集市，一边是珠宝铺子，这赚钱的机会啊，可是遍地都是啊！真的？真的。哎，谢谢啊，你就跟我们一块儿去吧。等到时候我发了大财，我一定请你吃好吃的。那我呢？你如今是御前侍卫，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就让我请客。大骗子夏洵，你恐怕还不知道，你在墨林打赢了官司之后，黄子成再度联合文官，企图把事情闹大，甚至传到了皇上的耳中。回皇上，宫外传来消息，太学生们嚷着武军都督府处断不公，他们先是去了国子监，接着是贡院、礼部，还向御史拦街陈情，现在又去孔庙哭诉了。黄大爷，到你啦。哦，哟，几日不见，奇艺见长啊！哎，黄大爷，那太学生们闹事，闹的可是杨家和夏洵的官司。你要不说这事儿，我倒忘了。这场官司啊，听说你们中山王府也掺和了一番呢。文官闹事是黄子成在背后，那个叫夏洵的，又有你们中山王府撑腰。你要知道，我最见不得的，就是官员们在私下拉帮结派啊！小机灵鬼，不许在黄大爷面前装傻。说吧，这个叫夏洵的，跟你们中山王府究竟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你们要那么维护他呢？明儿这可是为了报恩呢。报恩？此话怎讲？那日我贪玩，去北平探望姐姐，狩猎的时候情形危急，夏洵的舍命救了我。哦，此事我倒是有所耳闻。原来救你的人就是夏洵呢。
如此说来，你是为了报他的恩，这才请你的兄长出手相助。正是，我哥哥其实不认识夏寻，那个夏寻是敏儿的朋友。敏儿虽说是女儿家，却也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，欠人恩惠，自当报答。再说，敏儿可不是不讲是非，助其为恶呀。那杨家人实在是欺人太甚了些。照我看来，夏寻更名换姓，彻底脱离杨家，实在是情理之中。小小的人儿说话倒是挺有气魄的。黄大爷教得好。小机灵鬼真是会说话。这个叫夏寻的，可有官职吗？夏寻是青州的生员，我听说他也是锦衣卫的成员。既然是小郡主的一番话，让我当上了这个御前侍卫。这小郡主还真厉害啊！皇上竟然对她言听计从。西门兄，你糊涂了。小郡主她哪有权利去插手朝中之事？皇上让我当上这个御前侍卫，是在和文官置气呢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小郡主呢，固然在皇上面前为我说了不少好话，但是不至于让我这个小小的锦衣卫一夜之间栖身于朝堂之上。皇上是看不惯黄子成带着一群文臣闹事，所以呢，就封我做了这个御前侍卫，来为武官增势。这皇上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，高，实在是高。朝中文官结党，他便提拔武官来分庭抗礼。你夏寻被那黄子成贬得一文不值，他偏要你处在那大殿上来煞上那些文官们的戾气，果然是妙招。夏大哥，今天是你第一天上朝，可别迟到了。时辰到了，的确该走了。哇，这身官服也太适合你了吧，简直是英气逼人啊！是不是啊？谢谢。啊，想不到你穿上这身飞鱼服，还真是人模狗样的嘛。你这狗嘴里还真吐不出象牙了。众卿平身，谢陛下。启禀陛下，臣张信奉旨查春闱科考案，今日复旨。钦奉旨重阅试卷，结果如何？陛下，朝廷取士只以文章定优劣，务求公道，以服天下。臣等遵陛下旨意，仔细复审，特别留意北方举子的试卷。发现南北两地考生的成绩确实相差悬殊。张钦真是公正严明，好会做戏呀！朕呢，早就收到密奏，你和前任的主考官刘三五串通一气，就因为你在朕的身边行走，朕还不信。想不到，果如其言呐！陛下，这是蓄意污蔑。臣自受皇上斥责，禁足府中，不曾离开一步，如何与张信大人串通？北人不能上榜，非是我等舞弊，原因实则有三。原因为何？你且道来。其一，北方人不兴礼教，故而民间相学之风不盛。其二，相比南方，北方人贫者居多，故而求不起学。其三，帝都在金陵，北方人不熟悉科举制度，而南方举子耳濡目染。先生既知此情，为什么不特拨几名北方士子
以鼓励北人之亲呢？臣为国取材，只以试卷和文字优劣为标准，不以南人北人为依据，不管其皮弱根有。先生，依朕之见，不如就在北人当中择优选上几名，以安定人心，平息众怒，如何呢？会试榜次已定，当选之人名副其实，岂能更换呢？先生执意不换，这其中就无私情吗？那就请皇上再派第3拨人去查，连老臣一起查，臣光明磊落，有何惧哉？哼！翰林院官官相护，不以公正为怀，反而互相包庇。着刑部立即将张信、刘三五等人缉拿下狱，退朝。夏洵，真的是你啊！黄大爷果然叫你进宫当差了。辅军前卫3等带刀官夏洵，参见郡主。我写给你的信，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感谢郡主恩情。哎，今天黄大爷下朝怎么这么早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的确是发生了大事，惹得皇上非常生气。这些大臣们着实是可恨又可敬。算了，咱们不要在这里讨论国家大事。郡主，这可是景深殿，是大臣们议事的地方。郡主久住于此，不太妥当吧？好吧，那我改天到你府上去玩。嘿。随朕进来。你方才说，他们又可恨又可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微臣只是武人，不该。单说无妨。朕赦你无罪便是。是。微臣以为刘三五等诸位大人坚持科考公正，以成绩取士，在皇上天威之下犹不退缩，这是忠臣，所以可敬。继续说。可是他们只守自己的道，不顾天下的道，只顾眼前的道，不顾长远的道，是为不智，所以可恨。怎么说呢？若诸位大人能体察圣意，录取几个北方士子，既可平息此番北方举子官员的不满，又可鼓励北方向学之风。可惜，他们不能体谅皇上的苦心，只知就事论事，不能看其长远，所以可恨。北人受金人、元人统治，先后有300余年。败落的不只是圣人文章、诗礼教化，还有丢失的民心呢。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长此下去，北方愈来愈弱，南方则愈来愈强，差距越来越大，这天底下岂有宁日啊？皇上说的是，若不足为万民谋福祉，什么大道，也不过是迂腐无用之道。说得好。哎，满朝文官精英荟萃啊，却不及你区区一个御前侍卫的见识啊！哎，怪不得科考之事会落得这般田地呀！皇上，微臣倒是有一个提议，不知当不当说？哦，你有什么法子？快说给朕听听。
科考制卷是否可以依照南北情势，开南榜与北榜，分别进行批阅？这样一来，既可让北方学子看到前途方向，鼓励北方向学之风，又不致因南北学子混于一堂，导致落榜的尴尬。好主意啊！这的确是个好主意。夏璇啊，你只是当个武官呢，着实太可惜了。承蒙皇上抬爱。你说的很对啊。如果在科考取士之时，朕都不能考虑到北方经历数百年形成的落后现状，非要把他们置于和南人同等境地去考试的话，这对他们确实不太公正啊。皇上圣明。刘三五等人呢，要是能有你这番谋略，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下场啊。第一次看法场行刑，你呀，还在为他们感到惋惜啊？如此结局，何苦来哉？他们死得冤，但他们该死。皇上治国如用兵，如果能闯过前面这道关口，取得胜利的话，那皇上就一定会去夺。运筹帷幄，杀伐果决，是以为俊。视君如视虎，治天下者，绝对不留私情。怎么？怕了？你放心吧，皇上天威，他是不会扫到你这只小虾米。对了，皇上下旨说，今后科考南北分榜，是你的主意。大人，你都知道？不止我知道。夏雪，这件事情你莽撞了。虽然因此一言得罪了南方籍的官员，不过在北方的官吏、士绅、学子和百姓们眼中，你的分量却大大增加了。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有失就会有所得。一个不留，全都杀了。这刘三无虽是死罪，但因年近70，依照大明的例律，可以免死，所以发配到西北戍边了。其他的大臣均被斩首。哎呦，我的娘啊！老天啊！老弟啊，你上次回朝的时候不是跟我说，皇上仁爱百姓，心系江山，看重的是大道大义吗？北人受金人、元人统治，先后有300余年，败落的不只是圣人文章、诗礼教化，还有丢失的民心呢。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他们死得冤，但他们该死。皇上治国如用兵，如果能闯过前面这道关口，取得胜利的话，那皇上就一定会去夺。运筹帷幄，杀伐果决，是以为俊。运筹帷幄，杀伐果决。我真的是太天真了。皇上贵为一代君主，心怀天下固然可敬，可是在这大仁大义的背后，却有着令人心寒的心狠手辣。
这人世间最深的莫过于帝王之心，想到那皇帝老儿，还真让我直起鸡皮疙瘩。哎呀，夏老弟，你这御前侍卫还当不当了？要不然我们别在这里头搅和了。晚了，我现在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哪那么容易抽身？更何况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白衣夏的，他还欠我一条人命。夏雪。哎，小郡主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们玩啊！哎，我听说你受到了黄大爷的重用啊，怎么样？入仕当官的感觉不错吧？郡主，夏轩今日有公务在身，要不郡主改日再来吧。哎呀，这不会是要哭了吧？好你个夏雪，你这个御前带刀侍卫是怎么当上的？还不是我辛辛苦苦求黄大爷帮的忙。还有你在秣陵闹的事，要不是我叫我哥出马，你现在还在和那些杨家人打官司呢。你简直见利忘义，过河拆桥。好，都是我的不对，还不行吗？这样，郡主你想去干嘛？我夏巡奉陪。这还差不多。要不我们下棋吧？好啊，我现在就让人为郡主准备棋盘，怎么样？我还是第一次到你府上玩呢，要不趁着备棋的时间，你带我到处转转吧。郡主请。哎呀，夏老弟，今天真是苦了你啦。我刚好心很饿，就陪郡主走一走，全当是散心。去吧。哎呀，这彭姑娘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啊？这女人还真可怕，逛个花市竟逛那么久。这些花刚好可以装点一下花园。这些花真的好美啊！夏雪，城里新开了一家餐馆，下次我们一起去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们回去吧。回去？你刚刚不是还说要把今天这些花栽进夏大哥的花园里吗？我看还是改日吧。谢谢。我看呀，真正栽进夏大哥花园里的是你这枝花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看来啊，真让我说中了。我才不会看上他呢。我可什么都没说呢，分明啊是你自己心虚。我再也不理你了。我听西门庆说，你和夏大哥是不打不相识，一见面就吵架。可是这些天，我看你俩似乎也不怎么说话，甚至还刻意避开他。别开玩笑了。谢谢。我是个习武的粗人，说话不会那么文绉绉，那么弯弯绕绕的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：当你得知夏巡是你指腹为婚的夫君时，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解除婚约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谢父早已寥落不堪，现如今我也只是四处流浪的江湖骗子，这些他全都看在眼里了。现在这样的我和他，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公公，白大人，公公劳神了，多嘴问一句，没出什么事儿吧？
这800里急奏，准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谢过公公。这凌霄帮，你知道多少啊？不过是些闹事的暴民，乌合之众罢了。你说的这乌合之众啊，闹出的动静可不小啊。不过是群流民草寇，难成气候，皇上大可不必过于忧虑。草寇？皇上英明神武，堪比尧舜，这群逆贼是自寻死路。要不然，朕就派你去吧。皇上，微臣还是留在皇上身边听候差遣为好。至于去治理凌霄帮那帮逆贼，臣心中倒是有个合适的人选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近来多有逆贼，名曰凌霄帮，寻衅滋事，祸国殃民。御前带刀侍卫夏询忠肝护国，深得朕心，特命夏询即日前往整治，钦此。臣领旨。夏大人真是深得皇上器重，还望以后多多关照。夏某不敢当啊。这是夏某孝敬公公的，公公您费心了。夏大人，您客气了。哎，夏大人，本差在路上碰到了白衣夏白大人，他托本差给您带上一句话。哦，公公，请讲。白大人让本差告诉您，待您办差成功之后，他为您接风洗尘。呵呵，这白大人还惦记着在下，真是我夏某莫大的福气。麻烦公公帮我转告白大人，夏某记下了。一定转达。哎呀，老弟呀，我给你买了南街水果，特别新鲜，来尝尝。哟，宫里来人了，你自己看一下。恭喜呀，恭喜呀！朝廷这么器重你，前途无量啊！这倒未必是好事。你这小子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。看看啊，各级官吏若有阻扰，特赐临机专断之权，这可是御赐恩宠啊！啊！坐下。啊！恐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今天传旨的公公给我捎了一句话，白衣夏白大人要他带话给我。若是这次我凯旋攻城，他必给我设宴接风。哎呦，这么一说，这场酒宴他根本没打算设。他若单是希望我这次剿匪不成功，这倒也罢。只怕你怕他害你。难怪你最近那么谨慎小心啊！你是担心他们已经派人来监视我们了？不可不防。我现在不知道他在路上就要对我下此毒手，还是希望我在剿匪的过程当中自生自灭。果真如此，那便不去，不能去。你要我抗旨啊？那
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不你找个理由吧，说你得绝症了，动不了了，我这就给你开方子去。不是你是个妇科大夫，你给我开的方子，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？这个白衣夏，他若真的想置我于死地，我即使不去，他可以在皇上面前参我欺君抗旨，我不还是死路一条？这么说，你这趟差事非去不可啊！你兄弟我必须凯旋而归，才可保命。我必须要好好的活下去，才能为我老爹报仇雪恨，才能让他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。来，你比我贵重，你快吃，吃啊！这趟派你去剿匪，但这么大的风险，我本应该随你一起去的。可我仔细想了想，彭姑娘一个人在家，一个姑娘家的，身边没人照应哪能行啊？要不然这次我就不随你去了，我就守着彭姑娘，就等你凯旋而归啊！你真不打算我陪你去啊？你有想过要去吗？走着。去，给我盯紧下旬。属下明白。白师妹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师傅命我们出门采办。催什么催啊？就快好了。你刚才不说剑找不着了吗？要不要我进去帮你找？你有毛病啊！谁让你闯进来的？你吓死我了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你没长眼睛啊？你瞎呀？师傅命我们日落之前完成采办，你却梳妆打扮拖延时间，还说什么找剑？平日练功你就喊苦喊累，整日偷懒，我早就看不下去了。像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与我同门。谁稀罕与你同门啊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教训我？你干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喂，罗克迪，你混蛋！你凭什么扔我东西啊？你算什么师兄啊？我要去告诉师傅，你欺负我！可迪，你师妹说你扔了她的东西，可是真的？回师傅的话，是真的。师傅，你听听，师兄他亲口承认。师傅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放心，我会主持公道。你扔了你师妹什么东西？一一告诉我。胭脂水粉，描眉毛的，还有一些小玩意儿，我都不认得。那你现在就打开你师妹的衣橱，除了练功服外，其他的衣服一律给我撕了，一件不留。是。不要，别！师兄所言不假，平日里叫你刻苦练功，你却百般推诿，把时间和心思全都用在这梳妆打扮上。这次只是惩戒你，若有下次，我就将你逐出师门。哼！
这天太热了，我都已经换了3趟衣服了，咱俩歇歇吧。哎，你看你那汗出的，你也擦擦汗吧。男子汉大丈夫不拘小节，哪来那么多讲究？哎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这是为你好，你夹枪带棒的嘲讽我。师妹，我哪句话嘲讽你了？师傅嫌弃我是女孩，你也一样。你们都觉得女子不如男，瞧不起我。师妹，你多想了。哎，听听，我原谅你了，但是你得做一件事情，让我消消气。你要我替你做什么？一会儿师傅让我们对打，你得让着我，你得在100招之后才能打倒我。我要是50招之内打不倒你，师傅就知道我一定是在让着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就拳法比我厉害一点吗？你是师兄，我是师妹，你比我厉害那是天经地义的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再说我们又不是只靠武力的莽夫，我这里比你聪明多了。我告诉你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尝到我的厉害，让你跪在我脚边跟我求饶。总有一天是哪一天呢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。师傅，我跟师兄我们俩闲聊呢。你不是说要给你师兄一点颜色看看吗？正好，为师也想看看。你不服你师兄的拳脚，那今天就不比拳脚了。你们师兄妹今天就手谈一局，谁赢了，今天下午和晚上都不用练功，输的罚扎马1个时辰。好，比就比。你服不服？不服。为什么明明是我赢了，师傅还要惩罚我？是啊，为什么？你的确聪明过人。你要记住了，人生在世，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尽管你机关算尽，但是你还是争不过命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这2句话你要牢牢记住。同样是徒弟，我却什么都没有。师傅，你一定想不到，不光你的命我拿走了，如今你宝贝儿子的命也在我的手上。我要你们3更死，你们就绝不可能活过5更。哟，这是谁家的小哥，长相如此俊秀？明日我托人给你说个媒。哎，你怎么现在学了跟西门庆一样，没个正形？哎，对了，西门庆呢？他不跟我们一块儿去吗？哎，谁说的呀？哎呀，小老弟啊，我收回那天的话啊。既然我们有福同享，今天你有难了，我们自然得同当，啊？是吗？是谁跟我说要和彭姑娘一起带我攻城凯旋？哎，我不是都说了吗？我收回那天的话。再说了，这一趟彭姑娘跟你去，难免会吃苦受罪、担惊受怕的，我不放心。你就管好你自己吧，本姑娘用不着你操心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像彭姑娘这样的美人，没有我亲自护送，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？我是你兄长，又是彭家女婿，这于情于理也不能扔下你们俩。哎，西门庆，什么女婿啊？你再敢说一次？不说啊！再说。好了好了，罢了，咱们一起上路便是。好嘞，彭姑娘，这一路上有我西门庆在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要是有贼人敢为难你，我绝对过去跟他拼命。西门庆，你有完没完？哎，彭姑娘，等等我。参见郡主。小的见过郡主。免礼啦。夏寻呢？我家少爷奉旨去剿匪了。郡主不知道吗？剿匪？我不知道啊。早上就出门了，这会儿应该已经出城了。
剿匪有什么好玩的？剿匪也不跟我说一声就去了。这些东西如何分配，你可记好了啊。怎么这是？谁惹我们家的小郡主不高兴了？哎，天天都是这些东西，也没个新意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些东西可都是刚刚宫里赏下来的，你还嫌弃？哼。行，那你想要什么？跟三哥说。我身上实在找不出可以送你的东西了。喏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香囊，送给你吧。快收下吧。明儿，想什么呢？三哥，我要香囊，你替我去找最精致的香囊来。香囊？这个织金边的比刚刚那个要好，刚刚那个不要了，要这个。哎，怎么了？我挑的香囊不好看啊？好看，怎么能不好看呢？你说你都挑了那么多香囊，都已经能够把夏寻给埋起来了。想一想啊，我就觉得好笑啊，是好看，好看啊。三哥，哎，你不是已经送了夏寻一个香囊了吗？是啊，就是因为他之前收下了我的香囊，所以我才要多送他几个。万一我之前送他的那个脏了破了怎么办？哦，三哥，你早上要用早膳，中午要用午膳，晚上要用晚膳，中间还有点心，夜里还有宵夜。你每天用这么多顿膳，你都不嫌弃，凭什么会觉得夏寻会嫌弃我送他那么多香囊呢？对对对，郡主言之有理，那你继续挑吧。哎，这两个，哪一个更英武霸气？左手那个。那这个就送给夏寻，这个呢就送给三哥吧。哎，我说你这个臭丫头，我堂堂一个大都督，难道还不如夏寻英武霸气？你可别忘了，要不是你三哥我，夏寻现在哪有福气带着你送的香囊？更别提如今还封了官，受皇上重用。啊，我才不乐意他被皇上重用呢。如今他被派去剿匪，你说多危险呢？好，那我现在就上书皇上，请求撤了夏寻的职。那可不行，他如果不在这里任职，谁知道他又会跑去哪里啊？那谁陪我玩啊？三哥我呀。三哥是三哥，三哥可跟他不一样。那是，我堂堂一个大都督呢。哎，三哥，夏寻他去剿的什么匪啊？他那里危不危险？他那里人手够吗？你就把你的心放肚子里，夏寻去了济南，不会有事的啊。挑你香囊去。这香囊不对。那凌霄帮在济南盘踞已久，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夏寻此险恐怕是危机重重。明儿这傻丫头一直将夏寻的救命之恩记在心上，凌霄帮的凶险之处还是不要向他多说了，免得他日夜寻衅。但愿夏寻吉人自有天相，早日平安归来。夏老弟，咱们不是要去探访凌霄帮的消息吗？来官府做什么？这俗话说啊，强龙压不过地头蛇。咱们要是想压住凌霄帮这条地头蛇，就要借用另外一条地头蛇。不知各位大驾光临，下官有失远迎。胡大人不必客气，在下不请自来，给大人您添麻烦了啊，请坐，请坐。
不知夏大人此次前来是为了何事啊？如果有下官帮得上忙的地方，下官必定鞠躬尽瘁。吴大人太客气了，我们确实有事需要大人协助。不知大人您可知凌霄帮？凌霄帮，听着耳熟，似乎有所耳闻。不知夏大人找凌霄帮所为何事啊？实不相瞒，我此次前来，就是奉旨来铲除凌霄帮的，所以向吴大人打探一些消息。那下官一定全力协助。好。二麻子，这位大人有话要问你。大人随便问，这济南城啊，就没有我二麻子不知道的事儿。你知道凌霄帮多少？凌霄帮？什么凌霄帮？听都没听说过。哎呦，不行了，我肚子疼！不行了！哎呦！老板娘，哎呀，官爷来了。老板娘，打听个事儿。您说，听说过凌霄帮吗？真不好意思，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当真从未听说过？来，这个您拿着。这是干什么的？给家里的妻妾用的，您就别再为难小的了，小的真不知道啊。我打听，给你打听个事儿。官爷，哎，你们这酒里掺水了吧？不过我不是要问你这个，知道凌霄帮吗？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干嘛怕成这样？这凌霄帮比酒里掺水还可怕吗？这吴大人所有的线人，我们都找遍了，居然没有一点凌霄帮的消息，这件事实在太古怪了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有什么想法吗？喂，你看他干什么？你可别打他主意啊！西门庆，你想到什么办法？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，尽管说。红姑娘，你可愿回一趟青州，向那些老江湖打探凌霄帮的消息？好，我这就动身。新鲜的鱼。老人家，你有听说过凌霄帮吗？没有。来菜了。嘿！你那么心不在焉，在干嘛呢？我的心肝被你派走了。你们家那个心肝宝贝比你武艺高强多了，况且人家可是回家，你怕什么呀？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等你哪天有了喜欢的姑娘，恨不得日日夜夜看见她，你就会明白我此刻的心有多么的煎熬了。谢什么谢？你耍我呢是吧？看错了吗？走了。这位老伯，我想打听点事儿。不知道。我有银子。哎呦，这些都给老伯您的。哎，行。你说吧，有什么事儿啊？说吧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不是我谢雨菲爱财，而是这天下之人都爱财。
这凌霄帮帮主啊，叫牛不野，说来倒是有些手段的。他最喜欢跟老百姓说什么这个大灾之年，天地大劫将至。要是信了凌霄帮，就可以在仙人的保佑下，在大灾之年化险为夷，免遭劫难。那老百姓就真的信了？哎，有的真信呐，也有捣乱的。有的人真以为信了就可以保全自己，还有的人呢，就是想趁机发个财，趁机呀捞点名声。这里头乱着呢。是李员外给凌霄帮提供钱财。照这么来说，我们只要找到李员外，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凌霄帮。果然是我娘子马到成功，厉害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走吧。